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海南茶在 KL， 它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叫海南茶。全部觉得就是狗屁店啊，狗屁店就是租档口卖你食物，然后就是用水来敷衍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反正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对，我们去做好了狗屁店，我们要去 twist 掉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本身那个 mindset strong 了嘛，你才能去 educate 别人。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去 strong 去保留狗屁店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上，我们可以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整个 business 你没有把自己 lock 掉，我们可以做到很 neighborhood 很到底，应该你需要一些high end 的东西，我们有这样的东西。At the end， 我觉得说不需要太过担心说这样做生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一开始我是做得很不开心，但是我越做越开心，因为什么？我在这一个方面我找到了我自己，我可以无时无刻我在工作，把无时无刻的时间我是在 enjoy 着我自己的 passion。最近很多老板都在抱怨，在 KL 遇到 peak hour network 塞到，连客户的讯息都回不到，再加上现在诈骗很多，真的让老板们都蛮头痛的。对，所以今天呢就要特别介绍专为企业打造的 Ultra Business Reserve。它的核心 Ultra 5G Reserve 呢，就像一条专属的 VIP 通道，全天候帮你预留网路容量，就算在网路大塞车的高峰期啊，网速依然是可以快上4倍之多。重要时刻保证绝对顺畅啊！没错，如果老板们常要出国，它的 Premier Roaming 尊享漫游，覆盖超过60个目的地，一下飞机呢就能够无缝接轨，跨境连线。重点是它还直接内建了 Intelligent Security 的智能防护，完全不用安装任何东西，就能自动阻挡诈骗电话、SMS 还有恶意网站，从源头保护公司机密。商业世界稳定跟安全就是一切 ，You Business Your Business。Priority Reserved。各位老板，您的业务当享优先，现在就立刻点击资讯栏目的链接，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Yo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为您制作的开门见山。那么这一期来做客的呢，是在彭亨文东和雪隆一带非常著名的 Tongki 茶室的第2代掌舵人 Kenson 黄建生啊。那说到唐记 Tongki 呢，他是从彭亨文东一家小店出发，一路杀进雪隆区这个 F&B 的红海市场啊，还在这里呢开了超过10家分店啊。那如果呢要以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的店的话呢，那就是高朋满座啦。那除了传统的茶室呢，他们还开拓了2条新的商店路线呢，分别是 Tongki Plus 还有 Key Corner。那有人说唐记呢，成功从一家彭亨的老店老国宾店转型，更贴近了现代饮食需求。可是呢，有的人却说，就是他在扩张的过程中呢，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老味道啊。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们马上请出唐记的第2代掌舵人 Kenson 来和我们分享更多。Kenson， 欢迎你。Hello， 大家好。好 ，Kenson， 首先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就是你是在几时继承唐记，后来你成为了这个第2代的掌门人，你继承之后，你做的第一个改革到底是什么 ，Kenson？ technically 继承的话，应该是11年前。11年前。11年前 ，but before that 就是一直是帮爸爸去帮手他啦，去帮手他去 run 那个 business，因为那时候就是不够人做工，所以说。你怎样的好，你要去帮他去做了，就是你没有的选啊。反正就是就是有去读大学咯，然后读大学过后，其实我那个心呢是说我不想要再做了，因为这一行真的是很辛苦。不想要再做是不想要做你可惜的那个工，还是不想要做？我不想要再做茶室，因为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几乎那时候活的，就是说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把 at the end 我得到东西会更少，就是我的收获是不成正比的。那个时候只是一家店在彭亨对，一家店。那个时候的工作量是很大，因为你一个人你要去兼顾差不多要3-4个人的岗位。那时候对一个小孩来说的话，应该是蛮不容易的，真的是。然后还要种马。那个时候你几岁？那个时候？应该10多岁啊。10多岁你就帮忙？对啊，对，做这种管理的，这是。
对，没有管理啦，就是去冲茶水帮手还要给顾客骂这个那个。其实是我就跟这里讲，我受够了这一些，我想要这里读书，然后我宁愿出去打工，我都不要再去做这一行了。我读完大学，然后我做工做6个月，就是跟一个调购公司，没有记错做了6个月过后，然后我又回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我做了那6个月过后，其实我发觉到，其实我自己不开心。我发觉到说，我做9到5的生活好像不适合我。所以变得我整个人变得开始懒散，然后好像我每天做东西，好像我过日子而已。我发觉到，其实我好像我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然后那时候我哥哥他每个月其实还有，那时候我读完书过后，他每个月还有在问我，你要不要回来帮我做？那时候我们开了搬在那第一间分店，可是那时候我还没回去。这样他就说你回来帮我做，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你。然后我想说不要啦，干那么多年我很怕了。然后他说你回来。然后到了第6个月过后在一个 dinner， 在一个 dinner 那边，我们 family dinner， 然后他就抓住我说我不理你，我下个月我一定要见到你。他就是要这样。因为我哥哥他的性格是很强悍的。Alright。那时候我是蛮听他的话啦，我想说 OK 了，反正我也做到现在工作也不是很开心 ，OK 我就回去了。然后 after that 就开始 starting 就是真的去做我们那个 Klang Valley 的那个 expansion 了。所以一开始做回的时候，其实是也没有说去怎样说 apply 什么 strategy， 是完全没有，就是做回平常我以前做的东西，就是一去到工作岗位先要把那种东西排好 ，everything set 好。就是以前的那种，我们有那种手势就是你会去好像 set up 好自己的 station， 然后去做那时候我哥哥他有一直去放一些想法给我们。就 instead 好像我以前我跟我爸爸，你是没有想法嘛？你是说我这里做你就做，其实比较传统的那一种，从早到晚他就是这样的一天。把那时候我哥哥去带领我的时候，他是每一天会有那种counseling 的 session 他就是很自然的，不用说坐下，不用怎样，他就是一直做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这杯茶你出给 customer 的时候，你要去抹下那个杯。以前你哪里会 care 的东西然后他一直讲，我说OK 咯，since 你讲到这样，我就抹下那个杯。那个冰块你要放多一点，就是你不要给他好像留那个 gap 在那边，人家那边看得不好看。然后我就照做，然后每一杯出的时候就是这样，慢慢的。好像一个山，然后美的这样，真的是，然后 customer 看到，真的是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去 observe 啦，我看到，其实 customer 得到的那个东西是好了，OK 所以我们也得到一些 positive feedback。所以那时候会说，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招牌商1+1吗？你要去 push 它，你要怎样去 push 就是你每见这个 customer， 你都要说什么是1+1。OK。所以那时候我就OK， 然后我就做。就是每一天去看到新的 customer， 就说1+1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就是我们除了普通的茶是有了 coffee bean dabbing 的东西，我们还有这个主流这个主要的产品，然后每一个人就会去试喝了过后，其实这真的是很特别，你没有在 KL 喝过。然后 after that 就是慢慢的传其实那时候的流量就开始来了，越来越多人就是那时候那时候就很前期的去接触那个social media 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的 exposure 一来，然后就看到真的我们那个生意量真的是会慢慢的提着上，OK， 它还是很 slightly， 就真正的是 when 我们真的是去 approach 到更大的 social media team 的时候呢，是在 CPAC 的时候。所以 CPAC 的时候，那时候在阿曼学校的时候，我们有裴勇那个郑有时候他们都有来，就是帮手我们去采访那时候很前期，有做 content， 很前期那时候我也不能怎样，也不能怎样去 start 整个东西，所以也没有做得很好，因为我本身我没有去专经营这种 social media 所以我也不知道去怎样去 approach，不用怎样去。就是去 build 整个 brand 的东西，quality 你一定要 maintain。OK， 你这个东西达到了，你要去下一个 step， 你就是要去 build 那个 brand， 开始去做杯的 logo， 就是印 printing，做 packaging。是你爸爸的那个脸对，因为他自己很久以前就是他有一天他就是不能，为什么他走去叫人家去做
他的 logo 他自己的啊，他有一天呢，我不知道他是那时候他是怎样，可能是那一阵子可能是那个文东的文化节，其实是蛮隆重一下，所以他 maybe 他自己机缘巧合下他 approach 了这一种东西。那时候我们试拍的时候，我们就说 OK， 我们就把它做大它，就是拿它的那个它原有的那个 logo 出来，没有任何改动，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 plug 上去，就试下看做 packaging 这样子啊，因为这种那个 logo 你讲它很 fancy， 它又不是很 fancy 的，你讲它普通，它又不是很普通吧？我们觉得它很有那个 identity 啊。做 packaging 过后，然后everything 就是慢慢这样 build 上来。所以我能说你，因为 technically 你跟你哥哥都是第二代的那一个掌舵人嘛，因为你们是你爸爸的儿子，所以你觉得你就继承了之后呢，第一个改革就是做好 marketing， 让更多人认识统给唐记，是不是？那时候我又不觉得我自己在做这改革，我只是觉得说这个 step 如果我们要换向下一个 step， 这种东西它必须要做，一定要做必须要做。然后那时候就慢慢的会很 focus 在 social media， 然后也会去 R&D 新的产品，因为有很多那种外面的 social media team 来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我要趁着这个机会去 promote 它，所以真的是有帮到很多，就是前期的Fun and Taste，那时候 KLFD 来 ，KLFD 他们也是刚开始但那时候我每一个 team 我都不认识，我谁都不认识。总之是我看到如果有人去帮我们去做 shooting 的话，我会 appreciate 他，我是当他神一样我会当他神，谢谢你来，谢谢你来。所以我们 BFM team 来 approach 你的，你也是当他们是神了。神啊，真的是神啊。真的是神啊！因为真的是你们帮我们去 build 那个 business 的那个 branding ，You have 东西 to，因为我觉得说没有人应该很义务去帮你做这种东西，所以当整个 team 来到，我每次都跟我 team 讲，我们一定要去很 appreciate 人家做的东西，因为没有东西是免费的，是一定是这样，不是理所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所以一定要学会去 appreciate，说我很感谢你来，就是以后你需要我们这边这样东西，我们都 OK， 这样咯。But Kenson 有个问题是，因为你们都是很多年前，你们一直传统在彭亨文东经营嘛，然后过后有这个 idea 就是要 expand 去比较附近一点，就在雪隆这一带嘛，是不是？其实你觉得当初你进来之后的那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 come into 这个雪隆区的这个 market。先不说外来挑战了，我们先说 intern 呢，就是来自我爸爸。OK， 他一定是很反对的。你做了那么多年，被你去做 expansion 的时候，那个 risk factors 太高了就是你出到去，你很多东西未知数扩张成本，然后做不做得成又不清楚。对，所以经历了，就是他一定会说，一定是很难做。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海南茶在 KL， 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叫海南茶。全部觉得就是kopitiam kopitiam 就是租档口，然后卖你食物，然后就是用水来敷衍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去做好了kopitiam，我们要去 twist 掉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的 mindset 是很 strong 的，因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这样，你只有你自己本身那个 mindset strong 的话，你才能去 educate 别人。就怎样说呢？你今天进来一个好的 kopitiam， suppose 你第一个点的就是应该是海南茶，海南面包，还有那个鸡蛋，这一个 combo 是你一定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给人家有这样的 impression 先。OK， 所以那时候每个 customer 进到来，我们会换了一个方式去 approach 人家会把茶水的档口会并到很后面。我是主要是看那种你一定要去，你一定是看到档口先。反正我们的方向是，我进来我要你看到我先。所以先去用这一步去 twist 掉它先。OK， 所以我们做的那个 bar 的考的是它 open 也是有原因。就是我要给你看到有人在那边冲茶。你们是怎么样做的就是会把那个 mindset 去 twist 掉先。那时候的一开始的 approach，然后 which turn out 真的是很好，就是人家会看到，这么有点不一样，然后他就会想去试。本来他想去试的时候，这样你就抓到一个机会然后你就可以趁机去 verbally 去沟通，说你 try 我们这个，你 try 我们就 try， 然后他 try 过后他觉得 OK， 然后他就 taste 到那个 difference
所以 after that 他就传了。那时候把那个传播速度是慢的啦，就是那时候也是好，因为那时候我们team真的太小，差不多3-4个人 OK， 也是做到要死了这样。你现在多少个人？你们现在差不多540个人540个人啊，540个 employees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里面就我们3-4个人，就是做到要死哦，很累，能想象到。所以就是这样哦，那时候你做到这样，你还要去每一天去跟 customer 沟通，很累人，真的是很累。看到那 effect 啊，然后 even 到现在啊，我们阿曼虽然的顾客是那个 base 还是会在那边。这个我很 surprise 的。所以我能说，就是你们在 expand 来Klang Valley 这一带呢，真正让你们事业就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 social media 做对了，在 C Park 那一个店那边开始，是不是？无可否认when 我们的 quality 去做好过后，你想要去跳另外 step marketing 这个东西是一定是需要的。因为你做得好，可是如果人家不认识你，我觉得 at the end 是他的 value 没有达到，所以两个东西他一定要同时并进。你做好，你也要做好宣传做好自己的 quality 也要做好宣传。就是相对来说，如果你 quality 没有做好，把你 marketing 做得好，其实 at the end effect 是一样。这个的 foundation 我们已经做了20多年。OK， 就是我有一定的信心在，所以我就会去花时间在这里。But at the same time，我去 maintain 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讲它不会说太过困难，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在 maintain 着，所以那时候就去 focus， 然后东西就跟着一起上。好，Kenson， 接下来我想要关注一下唐记的业务啊，就是你们有12家传统的这个茶室，然后过后呢，在过去2年你们又开拓了2条新的一个 line， 一个是唐记 Plus， 然后一个是 Key Corner，分别1家店。你可以告诉我这3种类型的店都扮演着什么角色吗 ？OK，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东西？是因为我们去 go to expansion 的时候啦，其实有不同的地点，它是需要不同的一些approach，so customer base 也会不一样。For example， 我就这样说啦，好像 C Park 很多我们的 customer 会认为你在 C Park 的狗皮店那么近的一间店，你就去开 Key Corner 会不会有问题？你一定会被影响到你的生意啊！我一开始我会这样认为，我真的会这样认为。可是那时候我开的 intention 就是我想要去 test 一些东西。其实我主要是那时候开，我想要去 test 我 kitchen 的那个叫什么 capacity。OK 为什么我要去做东西？是因为我要为了后面的东西去铺路了。因为那时候那一间的店的租金它是我们可以 afford 的范围，然后我们缺了一个好的厨房去让我们去 execute。无论是 R&D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 event 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都想要在那边。Key Corner 那一个 Key Corner， 其实 Key Corner 那时候它的诞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先去做，然后也有让我们有空间去。但你在一个舒服美一点的地方办 event 这样子你可以在一个舒服一点的环境去做 R&D， 因为我们一直在茶社边其实是。你问我们不 pick check 一定是 pick check 很热因为太热了，然后你还要 R&D， 然后老板一来到还跟你讲，喂，这个东西不好吃，你再炒过，谁佛？对，我们就这样，然后那时候又热然后他们就炒得又忙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OK， 我们找一点舒服的环境，我们静静的去做，然后有空间去讨论这样。那时候 intention 是这样 ，OK， 就是我开了这个店发现其实 customer base 没有被影响。真的是没有被影响，因为 C Park 的不同的顾客会去这一个 Key Corner， 然后过后原来的顾客还是会去回 C Park 的那一家店。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认为那么近一定会被影响，其实真的是不会。因为 customer base 完全是不一样，就是它让我们去 study 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不同的 customer base， 还有不同的消费群，还有不同的分店的那个模式其实还会让你接触到不一样的人群，然后生意其实。对你个人来讲是完全没有被影响。OK， 这个是我们很 surprise 的。是我看到你 Key Corner 的那一些menu 都是比较 experimental 一点的，什么炒虾面这些。炒虾面本身已经有了，都有了的。我们去换掉它的那个面。换掉了面，或者我们用了一些比较好、比较大的虾。有点这样大的虾，你在狗皮店卖，你卖不到这样的价钱。是本真的卖不到了，9块钱卖3个大虾，贵一点的。然后我们卖在 Kiko 呢才卖14块，3只大虾，所以我觉得 OK 这个东西。这样
Key Corner 是你说是比较是 for 你们有一个 environment 可以做 R&D， 然后是一个 experimental 的一个 project 嘛。那么如果是Tonki Plus 的话呢，又是对你们来讲是扮演着什么角色呢？Tonki Plus 其实它最终目的它就是要做 expansion 上。就是我们会去 刚刚我们想说 when 我们去到不同的 area，我们会看到一个 area 它适合放哪一个 module， 所以 Kopitiam Key 还有那个 Tonki Plus， 其实它就是3个 module，一个 Kopitiam， 一个是cafe，一个是 restaurant。OK， so restaurant 我们就会 focus on for example 你看到去 mall 或者一些类似 Montclair、Paprika 那一种地区，哈达马萨那种，我们就会放 Plus。OK， 然后我们去到一些比较 neighborhood 的地方，我们就会放 Kopitiam。我们去到一些很 historical place 的，我们就会放 Key。然后我们去到一些需要更浓缩版本的，就是我们会放一个 Tonki Express。Tonki Express 是experiment 我们在苏艾旺。所以苏艾旺那时候我们做也是去做这个 kiosk 出来。所以 technically 来讲，我们其实是有4个 module。OK， 4个 module， 所以就是看 coming expansion，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东西就是没有局限说我一定是做茶室。我今天你看到这个地方适合，我就放 Tonki Plus，我看到地方适合，我就才放回Kopitiam。OK， 所以 Tonki Plus 还有 Key Corner 这个成本就operation cost 会不会比普通茶室来得更高呢？它一定会，因为它最直接的东西就是那个 renovation，它 renovation 那边是一定是碰最多。equipment wise 其实是我们用到是差不多了，对我们来讲，因为 at the end 其实都是一样的 stainless steels， 一样的 machine。But key 它更多东西就是我们会用更多的一些 high end 的 machine。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有去做 gelato，artisan gelato， 所以它用到的那种batch freezer 还有 blast freezer 其实都是需要比较贵的，它才能去做到那个效果。然后我们Key 也是有卖那个那种 specialty 的 coffee bean，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好的 coffee machine 去 extract 它，所以它比较多的成本会在 Key 那一 side。OK，but Tonki Plus 其实是跟 Kopitiam 差不多，but 它一贵的东西一定是 renovation。renovation 如果是你要进去 mall 的话 ，mall 的那个租金也是不便宜啊。对，but 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其实是 Key 我们去 test 那个 kitchen capacity 其实是为了 Tonki Plus。因为 Tonki Plus 我们在 TSO 那边我们开了，我们去 set 了一个位置，那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怎样去把 kitchen 缩得更小，把同时 produce 到更多。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东西。所以去到 Key 的方面呢，我们把本来100%厨房，我们把它 compress 到60%， 所以它少了一个40%。然后which turn out 真的是做到，然后也不会辛苦，也不会去闷热，因为我们呢 at the end 呢，我们的那个 target 就是说我们要去 meet 到这样的customer 的 capacity， 然后我们厨房也可以 meet 到，只是在很多我们觉得浪费的位置上面，我们把它 reduce 掉它。因为你进到 mall 一定是寸土黄金所以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做这个 step。而且 mall 它很多那种 requirements 的，是不是？你们那种尤其是做 F&B 的，它很多需求的。对。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 专属商务网络，尽在 Ultra Business Reserve， 让业务始终在线，高峰时段全面护航。那么其实接下来呢，你最大的，其实你刚刚说你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nges 呢，就是做 marketing， 做好 marketing 这一 part 嘛。不过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被你们的这一些 digitalization 数码化惊艳到，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为你所有的那些店做了什么一些数码化的一些改革吗？before 我去做这个东西之前，我需要一个人去 support 我，就是我哥哥。我那两位哥哥，就是我做什么，他们两个都 OK。就是我的想法有时候是很天马行空，我会想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我们去 apply 这种所谓的 digitalization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已经有根据了数据了。OK，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要懂我的痛点在哪里。
我的那个麻烦的东西，我整天被 complain 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发觉到这一点了，我就要说，我可以不可以有一些 tools 去帮我去解决掉这一种问题？所谓的 tools 就是，为什么我们做 apps 一开始就是有 customer 投诉我打包很热，我在你的 kopitiam，我可不可以我 order 了，我等下才拿？那时候我想法就 pop 说 OK， 我应该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想到要做什么。然后应该1个星期过后，我就想说，我应该是要做一个 apps。OK， 然后我就去做 apps 了。然后之后就是有排队的问题，不是排队啦，它是那个桌子的问题，就是social media team 我们做上来了，然后 customer 很多嘛，它多到就是你在一个30张桌子那边，然后旁边还有3-4组人在那边等你，围着那个食客，就围着他就看着他，快点吃，快点吃。然后有一些人还走去推人家椅子，快点吃，快点吃这样。然后或者是问那个人，等一下你吃完了，我来做你的位置。所以我们的 Google review 我就出现了哇，这个 customer 跟这个 customer 跟这个 customer 骂架啦，这个 customer 椅子撞他了。然后想说有没有一个方式我们去reduce 到它？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日本，因为那时候我就排一栏，我就站在一栏那边排队。一栏它就是这样 control， 那时候我就排一栏，然后我看它的那个 queue system， 我想说，原来它可以这样去limit 掉那个 flow，limit 掉那个 flow 所以我看到它的好处比没有 limit 会更多，因为它 limit 了过后反正它的 productivity 会更高。怎么说 limit 那个 flow 呢？我没有去过Ichiran那一边。sorry， 就是它没有让 customer 自由的进入，就是我排了给你，或者你拿号码还是什么的我安排给你，然后你入座，然后就会去 serve 你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些 concept， 我觉得可以 apply 在我们的茶室，就是说你今天来到排队，我会 assign 一个号码给你，那你去坐，没有人会去坐你位置，你去自由活动，那个位置一定是你的了。因为怎样去 prove 你一定拿那个 ticket 嘛。对，第二 customer 他不会拿到嘛。所以你不担心你的桌子被抢，就加上。为什么来到我们的 kopitiam 你需要去排队 order， 自己去 counter 那边 order 是不是？对，因为每一个 case 我们都去 study 完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会让我们的 productivity 会很快 ，which is 我觉得是 kopitiam 它很需要的东西。就是我来到 kopitiam 一个环境，我一进到去我 expect 的东西就是要快。那时候的流量它一上来了过后呢，我们有曾经有试过，就是因为它太多那个单你没有去 control 它就一直进，所以 when turns out那个桌子的 waiting time 它可能是需要30分钟以上，火都来，kopitiam 等30分钟，一定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发觉到，哇，一直这样被骂也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每一个 sector 我们去了解它。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为什么去排队order，然后也是因为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手全部丢进去做 production。所以看到其实是人家看到我们的 production 里面是很 intense，每一个岗位几乎都站一个人。简单一个流水线的作业，就是烧面包一个，那个人一烧面包一打出来，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 assistant 帮他 pop 那个盖样，啪，然后那个 butter 就，然后慢慢的我们觉得，整个流水线它做出来了，其实也是要一直做，你才发觉到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个ordering dispatch system， 外送员的那个是不是？就是 technically 我们应该是做4个 system。4个 system，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外送员 system 嘛。为什么会有那个就是 MCO 时候 ？MCO 时候就是政府都叫我们去 limit 人给他那个 distance 1 meter，就很多人是不听，那时候很多人不听，他就讲说我要进来我要看 order 这个那个，我遇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一开始我们做7天，刚开始 MCO 就7天，它已经是这样的问题了，which is 好了，因为。你那时候还有生意做，其实应该是 appreciate， but 就是他那个问题就是他一直进来，他没有排队然后他就会弄到执法部门真的是上门说，你为什么没有去帮我 limit 掉 limit 你的人去排队？我想说我 try 了我不理你，我现在我就要给你3万你做不做到是你的事情，你有生意是你自己要 set 的，然后对technically 真的是这样啦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啦，因为你那么多客人，所以我去就当场我在那边嘛，我去跟 delivery 那种 partner 去沟通说你们不要站那么近，可不可以？因为真的是会弄到中餐嘛，没有人会听真的是他就全部挤在那边，还是这样
所以我发觉到说 OK 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要想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连夜应该是几乎是3天之内吧，3天之内，那时候我想到说我那时候的 input 就是 in out， 所以我一直把 in out 这个东西放在那边。 in out 是怎样，就是我把我的一个东西我 key in 了那个 number， 我收在那边，我就直接给他看。所以我的那个 system 是很简单，它就是把你 when you preparing 我就 put 进去，when 我就是它已经烂了 ready for correction， 它就把它放过去，就是好像在快餐店的那一种的咯，拿号码然后会收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okay， 那时候它就很类似像是 MACD，那时候我想的时候 in out 要怎样做，然后那天晚上我要去一直找想法，然后睡不着啊，然后就吃 MACD， 我就看着 MACD 那个 system。OK， 我应该知道怎样做，然后就 call 我的那个 digital 那个 partner， 就是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就说 OK 啊，很简单啊，也真的是很简单，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 input output 吧，所以他就做，应该是1个星期多就做出来了，搞定了。不过其实 MACD 的那个system 也是有问题的，有时那边写完了，你都还没可以去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 study 到他那个是 dynamic。就是他跟着他的 system code 他进，所以我们那个是 manually，所以一开始说做 manually 会不会不好？就是有一个人力在那边哦，对，把一点让你熟了整个东西过后，反而是他没那个好处还少过那个坏处。Okay， 就是想说我给你那个 number 在那边一定是准。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你现在全马有超过14家 to be exact。然后过后加买 Express 的话就是15家了，是不是？15家唐记的店都是由你家族直营吗？都是由你们自己管，还是你们有做 franchise？ 没有，没有，全部都是直营的。如果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去年你们所有的店 generate 多少 revenue？ 总共8位数吧。8位数，8位数是多少？100万、千万、千万啊！千万做revenue， 你做国币点做到1000万也是。revenue 很不错，需要，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个 team 太大 ，cost 很大。其实我们的 OPEX 很大。OK，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去年的这个figure？会有啊。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一个很 KPI 这样子，也没有怎样，把就是随着 team 要 grow，慢慢的我们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些 baseline。其实是 baseline 了，也没有说一定要达到这样，因为你很多东西很多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一定会想要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需要资金去，因为我们自营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你用来用去都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 in order 你要去发展，我们必须要去赚掉，我们才能去 invest 这个地方这样。对。接下来我想要问的东西就是说到咖啡店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最不缺的就是kopitiam店了，讲真啦，应该是这样。讲真，因为我看到你新开的2家店呢，一个是 cafe， 一个是 restaurant 嘛，好像 Tonki Plus 它是走比较是商场线的。可是说到这个商场线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蛮饱和的，最大的这个龙头你一定知道是什么牌子了。华阳，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不停的在进入什么宾士啊，很多的这种牌子，你要跟他们竞争，你觉得你的那个优势是什么呢？我的点就是我不会是直接去竞争，因为一开始我的 intention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 fight那个东西，就他们开在的 mall 你不会进去？我会尽量避开啦。因为尽量避开，因为没有那个必要了，其实是 OK， 因为相信对方一定会这样想，就是没有必要去 fight 这个东西。我觉得Malaysian market 很健康的就是在这一点。然后我的 intention 我一开始我也不会去想那一点，我只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 brand 去做好， OK， 我要怎样去把自己的 brand 做好。刚刚我们讲的可能他进的就是1线 mall、2线 mall， 其实你看华阳其实还也是有进2线 mall，for example 是那个Chula Central 就是 Aeon 都可以进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可以进2线、3线，就是可能如果是 Plus 的话，现在讲我可能会 M1线先，把我2、3线我也会去留意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说去 limit 掉说你一定要只是1线，我不能做去什么线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去 strong 去保留 kopitiam 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上，我们可以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整个 business 你没有把自己 lock 掉，我们可以做到很 neighborhood 很到底，
when 好像你外国游客你进来你需要一些high end 的东西，我们有这样的东西。你要在 office 你要 fast 一些东西，我们有 fast 的。你要在一些很 historical 的 place， 你需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local 的食物，我们也是会有这个东西。But at the end， 整个东西它是一个食客来的。所以对我来讲，它设计起来是 OK 的。整套东西。Correct me if I'm wrong， 就是如果我对这方面没有那个专业，不过我会觉得 F&B 这个市场它就好像是有个限制的，就是它有扩大的。你在 expand 的同时，就是你去更多的地方，好像你做比较低端一点的，就是茶室那边也是可能有更多的，也是有茶室有你的竞争对手。如果你要做 cafe key corner 也是有很多，如果你要做就是中端的那一种 Tonki Plus 也是有很多竞争对手。所以你不会觉得会反噬到自己还是怎么样嘛？这种整个 F&B 的这个圈子里面，其实真的不会啦，我认为，因为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做好，at the end 你的那个 standpoint 一定会在那里的。你这样会不断的有人开，可是要接受的东西就是会不断的有人去 close down 这个东西，淘汰了会被淘汰掉。所以我们每一天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会把自己说 OK， 今天我们做到这样，我认为是够了。其实真的是不会。我们每一天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 seek for improvement 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每一天的竞争对手它只会越来越强，然后你要怎样去把自身的 value 带到更多给 customer。所以我们不断的去 improve。所以 system 我们已经是在那边了，所以 coming 我们就会去做，为什么会去做 FMCG， 为什么会发展更多的一些食品，为什么会把我们的 apps 推出那个 membership system，其实就是要把 everything 是把它 tie 在一起，一个 ecosystem 的感觉，把它 tie 在一起，就是说你今天来消费，你不但喝到好喝的茶，吃到好吃的面，你还拿到更多的 point。然后我们这个 point 我以后又可以给你换 merchandise，然后你今天想要叫 delivery 你又可以叫，其实那个 ecosystem 就在那边了。OK 就 speaking of FMCG， 就是你们也是推出了你们的这个包装咖啡粉嘛，就是在今年对不对？年初，然后过后 FMCG 这一方面也是竞争对手很多很大哦。然后过后。另一个我觉得疑惑的是，你推出的后续应该会有啦，可是你的 initial launch 没有你们的1+1的那个明星产品，是有什么顾虑还是什么策略之类的吗？这个还是有点有趣的。我先说为什么我们要先做 FMCG 真的 ，FMCG 在这么饱和的市场，就是会有人。会有外界说为什么你还要去做？因为它已经太饱和了。你做了过后，你能确定你有 sales 吗？这样的东西啦。But 就是 at the end， 我一开始的想法，我不是为了 sales 而去，我是为了说，我觉得 FMCG 它可以开拓更大的市场。有时候你开拓更大的市场，你未必是一定是 sales 的，你未必是一定是我为了赚钱而去。我可能我可以为了这个是exposure 或者 brand 的 image， 或者说我要去接触不同的 customer sector。才昨天我们其实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那个 FMCG 的 booth， 在一个Hyatt Place 的一个 charity bazaar，然后我们有去做这个 treatment， 然后我得到 feedback 是很好。OK， 我得到 feedback， 那就是照你来说，在 FMCG 那么饱和市场，你觉得还有可以做？我昨天的反应，他给了我一个很确定的答案，是可以的。Okay. 是可以的，因为那个需求量是很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店你的 operation hour 你一定是有 fix 的，但 FMCG 的 operation hour 是没有 fix 的。你可以24 hours，然后 anytime anywhere， 只要你拿这个 FMCG， even 今天我在外国，我在半夜我都可以去喝到这个茶。但 FMCG 它有一个可能不好的东西，就是它不能去 fully replicate 你的那个味道，你就在茶室的那个。其实它的 intention 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觉得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要认为 FMCG 去 replace 掉我们的那个 actual， 不是做死自己了就是很 wrong 的一个 input 啦。对。然后back to 刚刚你讲的那个1+1，为什么不做？我们有去 try， 那个味道太难 replicate 了，它太难去做出来了味道。
然后点我们就做不了。等一下 Kenson 你给我们不懂1+1的观众，你可以跟他们讲一下这个1+1到底是什么吗？ OK，1+1是第一餐咖啡，所以它的比例是第一多咖啡少，所以大概是一个80 to 20% 啊。OK， 然后人家会认为，为什么不是营养啊？不是营养，我们美式的就是特别之处就是在这里，我们很多东西都喜欢掺，吃什么配什么，很讲究啊。对，所以在1+1上面也是这样。然后那个奶的比例啊，它整个是很影响。OK， 然后点我们去做 FMCG 做不出这个味道，真是太难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R&D 有3年，3年这个味道都做不了。我就是其他味道就做到了，这些味道就是现在我们差不多有6个口味。OK 6个口味，其他味道做到 OK 很好喝啊，把1+1做不到。所以我讲说，他做不到，他也做不了好。就是你只要你去到我们店，你才喝到这个味道。but 你有时候你很想喝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口味给你选，就是 FMCG 你可以在家，你可以自己喝。明白。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要专注的一些就是，其实我有before 访问你，我有看一些就是 social media， 看大家的对 Tonki 这个 brand 有什么评价这样子啦。其实在网络上呢，就是肯定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排队等很久，是有些地方真的是太多人了，是不是？然后过后另外一个评价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些人说，现在唐记的好像是变味了，味道变了，没有以前好像彭亨老店的一些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老味道了。其实这个也是很多那种老生意他要转型，就是给年轻一代接手转型现代化会面对的一个痛点，就是你包装变了之类的，这些全部人家就觉得哇，你没有以前的 DNA 了，你味道变了，你怎么看呢？面对这个问题？从我一开始接手我爸爸，我就说我在温东的时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他冲茶，每一 turns out 到我冲茶的时候啊，其实我听的这个 feedback 就是从那时候听到现在啊，真的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然后因为我自己天天有做，我会很关心我自己的 customer， 就是这样。我那时候我冲茶的时候啊，我问他，你们觉得怎样？我冲的东西很好啊，就是会有我慢慢发觉到可能是不是有时候是先入为主了，有些东西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味道没有变的，只是看到不同人做好你就讲不好，不好你就讲好，类似有这样的东西啊。我就是说你其实点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一样，就是前期可能你 test 到的东西是之前应该是2-3年前，我们的那个 quality 它真的是有 inconsistent，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发展，然后有些店长他的步伐跟不上，因为我今天这样跟他讲了，那个奶你放个泵嘛，然后他就走去给他放2个泵，他不是有一个 formula 了的吗？就是给你 formula 了 ，OK， 所以就是因为 formula 都做错然后我们就去不断说，因为他本身还有没有去 test。因为我们的 SOP 就是你做好后你一定要 test， 你一定要喝，所以我们每一个 barista 他一定要喝茶。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requirement 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不然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那个杯好像你放半个小时以上，你会去酸掉了。所以要去很注意那些点。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己的 team 他没有去很好兼顾的东西。OK， 然后就导致到问题发生了。But after that， 我们讲去 twist 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把 SOP set 到更 strict， 就是 coming 的我们会已经是透过 apps 透过一些 Excel 的方式去做就是说我已经是 set 好给你，一定是这样。然后我们的 QC team 是本来从是一个人到2个人，现在我们差不多是6-7个人。你们的 QC team 是每一间茶室都有的不是店长他一定是第一道防线，然后第2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那个 QC team，所以那6个 QC team 的人是我们已经是缩小有几个是没有公布出来的，然后有几个是人家是知道他是 QC 了的，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去 twist 哇然后再加上像我们冲茶可能你会觉得说没有灵魂掉，怎样没有灵魂掉？就是我们现在冲茶我们是全部 everything by measure，就是因为你放多少糖，我们都是多少 ml 多少，我们全部是测量到有 SOP 了的要这样。以前我们冲茶，以前我跟我爸爸的时候没有传统的茶室没有这样子想的，他就跟我讲，你冲过一杯不2个糖，哒哒就这样。你有没有少糖多糖你都不知道，就是这样。那时候
你少东西是这样，你少就很好控制，把别人多你就会很难控制，所以很难控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 penetrate 掉它这个问题。OK， 所以就 set 到很 strict 的 SOP，所以现在 comes out 的 consistency 那个 quality 的 consistency 很好了。OK，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要开一个好像 Central Kitchen 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也会说，就是有可能西帕这一家那个味道是 OK 的，然后另外一家那个味道好像不一样的，not consistent 这样的 inconsistency， 中央厨房有没有在你的考虑计划当中？中央在这个的方面没有，它在这个茶水方面它起不到太大的作用。OK， 所谓的中央就是可能ingredients 那些，通常我们会 focus on hot food 啦，如果 for 中央。因为中央就是你需要准备汤包、酱料或者食物的那个 gram， 它多少 gram， 就是每一分的那个酱料。所以中央大概会做这样的东西。明白。其实是这种东西 at the end come back to 那个 outlet， 其实你不需要去中央去做，除了酱料啦，面酱料因为我们要煮一大锅，把你面的分量基本上你可以每出一份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那个 scale 仔细一点去做，去做，这准的。好。Kenson， 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访问的尾声了，就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对于一些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很多那种老味道，很多传统老字号的，不过就是要不然就面对年轻人不要接手，要不然就面对就年轻人接手，不过做不好，转型做到不是很好，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就是年轻人要接手老字号转型面对的问题，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劝告呢？我劝告我就不敢了，因为真的是很看个人。过来人的经验啦。首先，我觉得第一步你要做的是沟通先，就是你觉得你会跟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的那个先想法先，而不 align。有一些爸爸妈妈是很 align 的，好像说他孩子说，我要把这个生意去做 digitalize， 第一时间我一定会把它放在小红书或者 TikTok。去 expose 它这样，所以有些爸爸是很接受，有些爸爸是很不接受，所以我觉得先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搞点那个 communication 先 ，OK， 所以 communication 好了啦，然后你才去做下一个 step， 就是原有的 foundation 上面你可以再做怎样的 improvement，你可以怎样去放一些 strategy 一些 structure 下去，把它做得更好，才去入手那一方面的东西。at the end 我觉得说不需要太过担心说家族生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我一开始我是做得很不开心，但后来我越做越开心，因为什么？我在这一个方面我找到了我自己，就是刚刚讲的，我不喜欢9到5的生活，我现在很 enjoy 我的生活，就是我可以无时无刻我在工作，但无时无刻的时间我是在 enjoy 着我自己的 passion。但你问平时的日子你会不会是很烦恼很那东西？一定会有的，因为那个就是创业的路来，你是避免不了，但你要学会去 enjoy 这个东西。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未来唐记有什么任何的一些计划吗？因为我看到有些 comment， 因为他们会讲唐记下一步有可能是要上市还是什么maybe 问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 plan 呢？没有很 actual 这样的 plan 啊， Okay. 但我们的 coming 的 expansion，就是会 focus on expansion，因为我们要去cater 我们的 team 的 capacity 啊。Expansion still within Klang Valley 这个 area， 还是会去别的地方？会考虑别的地方开始。哪一个地方呢？例如还不确定，就是我们会开始考虑去外面的地方了，甚至外国。OK。好，非常感谢Kenson 你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也希望唐记在未来能越做越好哦。OK， 谢谢。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呢，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